1981年10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固尔班乡豪谦营村的湾子山，考古队正在抢挖一处辽代古墓群，编号为 M6 的墓葬给考古工作人员带来意外的惊喜。墓室打开，里面出现一具沉睡千年的契丹女尸，她的脸上戴着华贵又神秘的鎏金面具，全身穿着铜丝网格衣。令人惊叹的是，女尸的皮肤还保持着弹性，而随后的尸体检测发现，女尸的体内竟然含有剧毒的砒霜。这具神秘女尸生前究竟是谁呢？难道她是被人用砒霜毒死的吗？而尸身又为何千年不腐呢？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带您探寻豪谦营村湾有睡美人之称的千年契丹女尸之谜。1981年10月的一个早晨，固尔班乡豪谦营村的一位老人和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去附近的湾子山放羊。由于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雨，道路变得十分湿滑，羊群也走得很慢。走着走着，羊群突然停下，任凭老人怎么驱赶和吆喝，羊群就像是被胶粘住了，只在原地打转，不愿意再往前走。老人走到羊群的前方查看究竟，原来路的前方竟然有一个黑漆漆的大坑，大坑挡住了羊群前行。老人仔细观察着大坑，心里觉得奇怪，他经常路过这里，以前可从来没有这个大坑，一定是大雨给冲出来的。这时大坑边上散落着一堆灰色的砖块，引起了老人的注意。直觉告诉老人，这应该不是普通的大坑，很可能是一个古墓。此时顾不上放羊，老人连忙赶回村里，把这个消息上报村里。可能人们会奇怪，放羊老人为什么看到大坑边的砖块就怀疑是古墓？这是因为当地曾有不少村民靠盗墓为生，直到前不久有人盗墓时意外死亡，这些盗墓的人才收手，认为是惊动了鬼神，不敢再盗了。老人赶着上报，就是怕那些盗墓人中还有贪心的家伙，看到大坑忍不住再去盗墓，惹怒神灵，再闹出人命来。接到消息后，文管部门派考古专家立即赶往现场。经过初步的勘查，墓葬被确认为古墓。放羊老人的直觉没错。1981年10月12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专家还有乌蒙文物站全体职工组成的考古队来到豪谦营村的湾子山，正式展开勘察发掘工作。放羊老人发现古墓的这片区域群山环抱，丘陵起伏，北山面谷，看起来有点像个簸箕，给人的感觉风水不错。经过勘察后发现，放羊老人发现的古墓周边还有很多古墓，这片地下竟然埋葬着10座墓葬。整片墓地南北长210米，东西长120米，10座墓葬分布其中。从墓葬的排列方位来看，考古专家推测，这里极有可能是一处家族式墓葬。每座墓葬的地面上都有一个石器边框，看起来像汉字凸字。凸字下面部分就是墓葬墓室的位置，而上面部分则是墓道。墓葬区东南方向的出口有2座圆形山丘，看起来如同大自然为墓区安放的双阙。专家们用碳14检查表明，整个古墓群的年代各有早晚，早的大概在是10世纪左右的。结合相关历史，还有这片墓葬所处的地理位置，考古专家直觉，这片墓葬群极有可能是属于一个契丹家族的墓地。契丹族在中国历史上一度十分辉煌，兴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的契丹族，以游牧为生，曾在中国北方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辽帝国。然而，不知因为何种原因，明代以后就很难再寻到契丹的痕迹。墓地区域在辽代属于丰州管，丰州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白塔古城。辽太祖916年的时候，在这里设立了西南面招讨司，管周边地方。墓地就在丰州东南边，靠近凤圣州和大同府。后来到了1044年，大同府升为西京，
这里就归西京管了。墓地里的墓有早的，也有晚的，正好符合历史记载的辽代历史。如果这里的古墓群真的是契丹墓，那墓葬的发掘和研究，说不定能给解开契丹消失之谜带来新的线索和发现。所有人都很兴奋。然而进一步的勘察却发现，10座墓葬中有7座墓葬明显被破坏过，损毁严重，让人感到十分遗憾。此时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考古队和专家经过认真分析，决定赶在天气彻底不宜户外发掘前，抢时间先重点发掘3座墓葬。3座墓葬分别是 M2、M3 和 M6。接连挖掘的 M2、M3 收获都不大，墓葬被捣毁严重。即使有心理准备，还是让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有些意难平。不过通过对 M2 出土的朽墓进行碳14测定，显示墓葬年代为距今1080前后，属于辽代早期的墓葬。那么现在只剩下1座墓需要挖掘了，它就是眼前是编号为 M6 的墓葬，在整个墓地最南边。M6 是一座不规则8边形叠色攒尖式石构墓。叠色攒尖式是一个考古用语，意思是墓葬是用石头砌成的，它的形状有点像一个尖尖的帽子，石头一层层往上叠，最后在顶部收尖。这种结构令墓葬看起来既古老又坚固。最后这座 M6 号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组成，结构并不复杂。考古队员们从墓道开始发掘。墓道是斜坡式的，长 7.4， 宽 1.1 米，有一些不是很规则的台阶。墓道连接着甬道，也连接着神秘的未知。清理墓道中的淤泥时，一些白釉瓷盘、白瓷碟在沙土中现出身影。这些随葬品不仅能让人一窥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态，也揭示着辽代陶瓷的工艺水平。它们有一种简单大方的美感。由于这些文物的分布比较凌乱，数量也不多，工作人员和考古专家心中都隐隐感到不安，希望墓葬不是又被盗严重。发掘仍在继续。甬道口被石块封堵住，垒砌有3层，高93，宽114，厚101厘米。甬道实际上是在生土层挖出长 2.16， 宽 0.97， 高 1.8 米的一条通道。取掉封门时，墓门出现在眼前，墓门是向东开的，而且是一道双扇门。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是用4块条石框成，门额和地幅都凿成台阶形，内高外低。墓门凿刻的不算很太精细，墓门有门枢，推动时竟然运转自如。就在打开墓门时，一股腐败刺鼻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浓烈的味道对考古工作人员来说相当陌生，在以前的辽墓发掘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遭遇气味袭击的同时，墓室内的模样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墓室南北长 2.12 米，东西长 2.2 米，墓底至墓顶高 2.26 米。墓壁由加工过的石料圈砌而成，墓室地面则用灰色勾纹砖铺砌。从建造方式来看，在辽墓中属于比较常见。而墓室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安放在墓室北壁前的尸床，一具尸骸静静地躺在那里。M6 没让人失望，顾不得盘桓在墓室中的气味，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的神经再次兴奋，立即上前查看。眼前的古尸身穿铜丝网衣，戴着鎏金面具，右手贴在腰部，左手很自然地放在胸前，右脚稍微向后，头枕中一张木枕上，姿态十分安详。鎏金面具的面容让人一眼辨出这是一具女子的尸骸。只看一眼铜丝网衣和鎏金面具，考古专家就知道墓葬主人的身份不低，应该是契丹贵族女子。因为按照契丹的葬俗，只有贵族下葬才可能出现面具和网衣这样的标配，以示对逝者的尊重和纪念。骸骨的头是向北的，所枕的木枕有织物残留，看上去腐化严重。
众人的视线长久地停在鎏金面具上，面具的面容安详，眼轻闭，微开眼缝，鼻梁瘦长，鼻翼较宽，颧骨略微隆起，脸颊丰满，小嘴微张，留有口缝，形象具有明显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特征。面具的出现更加有力地证实了墓葬及墓葬群为契丹人墓葬的推测。这种面具在辽代契丹葬俗中有一定身份的墓葬中不算少见。不过从出土文物的角度，眼前的鎏金面具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看上去工艺精湛，细节生动，保存得比较完好，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具女尸的两臂丰满圆润，双腿粗壮有力，胯骨和臀部宽大，而腰部却显得紧束纤细。在她的右鬓角上还佩戴着一朵展翅欲飞的蝴蝶结。此外，在女尸左侧腰部挂着一个木质刀鞘，里面插着2把玉柄铜刀。而透过铜丝网衣可以看到，墓葬主人身上穿有多层衣服，由于年代久远，多已残朽，依稀可见绣花、青罗等衣服叠穿的痕迹，应该有10多层。由此也可见墓葬主人生前生活条件应该十分优越。工作很快进入到提取和清理环节。提取鎏金铜面具时，人们发现它的胎厚仅1毫米，高26，上额最宽19厘米。面具耳部有小孔，耳垂处绣饰为大孔。面具内铺有4层丝织物，最外层是棕色丝棉，中间加有 0.5 厘米厚的黄粘土，最里层是浅黄色绢。面具里外各有一个带结，用绛紫色罗制作，带宽约 2.5 厘米。面具两侧有系带串在玉环上，上部有宽约8厘米的帽状金泽，厚约 0.3 厘米，右额角有蝴蝶结。而对铜丝网衣的研究发现，铜丝网衣由头套网、胸背网、左右臂网、左右腿网、左右手网和左右脚网6个部分组成，结构十分精巧而复杂。头套网戴在额头以上，半圆球形，后面连着互相垂至颈部。网孔从头顶开始，由小到大呈辐射状，底部有40孔，边缘与背网相连。胸背网分为胸网和背网2片，连接在一起，覆盖胸部和背部。肩部是前后2片的接口。手臂网则是分别编成2片后缝合，再连到胸背网的肩部。这左右腿网包括小腹和臀部，有像紧身裤，坠合口在腿内侧，上端与胸背网相连。这是左右手网，是分开指头编缀的，工艺的精细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而脚部的网是从脚尖开始编，逐渐增加铜丝，编到脚背和脚跟的，形成了2个对称三角形，穿在脚上后对合坠连，看起来就像是穿着矮靴。整个铜丝网衣的编制和面具一样，体现的契丹人对死者的尊重。也有专家认为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铜丝网衣和面具都可以保护死者免受邪恶力量的侵扰。墓室中除了面具和网衣，尸床前面的祭桌上还摆设着碗碟与漆盘，地面上散布着4个黄鼠尸骨。专家认为黄鼠尸骨的出现可能与契丹人信奉萨满教有关。令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感到震惊的还包括墓葬主人尸骸骨保存的完好程度。刚出土时，女尸的皮肤仍有弹性，面色滋润，仿佛刚刚入睡一般。有专家忍不住称赞，这简直就是千年古墓睡美人。濠县营村 M6 号辽墓有重大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女尸千年不腐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比之前在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一带发掘的辽墓，濠县营村的睡美人穿戴的鎏金铜覆面，铜丝网络保存得比较完好，单就这一点而言，就让考古工作人员对 M6 的发掘心中充满踏实的获得感。M6 的情况也引起当时考古界的重视，许多专家纷纷加入到考古研究的工作当中。专家们希望通过对女尸的详细检查和分析，解开契丹女尸带来的众多秘密，包括为什么千年不腐，
墓葬主人的身份是什么等等。对于墓葬主人的大体身份而非具体身份，专家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根据墓葬的规模、出土文物以及尸骸的情况推测，墓主人的身份虽然不低，但应该只是普通贵族，而不是皇族或高等贵族。因为相比之前发掘的辽代皇族墓葬和高等贵族墓葬，这座墓的建造规格和陪葬品的规格还是显得要低一些。提取之物阶段，专家们对女尸的穿戴有非常深的印象。女尸身上的多层葬服不仅为研究契丹族的服饰提供了资料，而且对研究契丹族的丝织品种类、纺织业水平也都是极好的实物资料。这些服装碎片的材质、颜色、纹样，仅从毁损严重的碎片都能感到其精美与精致。头部层层揭取过程结束时，工作人员看到女尸浓密乌黑的长发，这是契丹妇女发饰的首次发现，对研究契丹妇女的头发样式提供了实物依据。过去，人们从一些史料中，如沈括在《西宁实鲁图钞》中获知契丹民族的坤发也就是剪发，而眼前女尸的发型是剃发，与沈括的记载不同。专家认为，这一发现以物证的方式弥补了契丹民族史料中关于发饰记载的不足，是研究契丹族的社会风俗的新资料。契丹睡美人尸身部府的出土，牵动了考古界、历史学界、民族和人类学界的视线，还轰动了医学界。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多个机构的专家行动起来，参与了相关科研工作。专家们对契丹女尸进行了解剖、生理、病理、生化、骨骼、细胞、人类学等10几项化验，分析研究取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测量表明，女尸身长 160.9 厘米，生前体重为56至61千克，脑容量为1斤383毫升，血型为 B 型。对女尸骨骼及牙齿的测定，表明死亡年龄应该在25岁左右。如此年龄正值风华正茂，为何会死去？墓葬主人死因之谜引发了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兴趣。不过，由于尸体的内脏已经腐化，无法做病理分析。而接下来的发现震惊了所有人，在女尸的胃部发现了砒霜。尸体内部砒霜的出现，无疑像给平静的检测分析工作投下一枚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女尸胃区的砒霜含量为每100克肝组织含833微克，这一含量远高于正常人体水平。人们开始联想到墓葬主人的死因，难道墓葬主人是非正常死亡？人们推测，如果墓葬主人是死于砒霜中毒，一种可能是死前大量服用，另一种可能是生前长时间服用某种药物中药物的砒霜含量很高，导致积累性中毒。但解剖和检测表明，女尸的下腹部组织中却没有检验出砷元素，而头发的测定显示，女尸头发中的碘、镁、铜、钒、铅5种元素的含量很高，比今天的现代人要高出数倍到数十倍。那么，金属中毒是否也是墓葬主人的死因之一呢？专家基本否定了这种想法。他们认为，铜含量高和当时契丹人习惯用铜来做装饰、餐具用品有关，比如用铜器装食物等。铜网衣和面具也可能在历经1000年后带来含铜量较高的分析结果。接下来的尸体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砒霜在人体的下肢也没有扩散的迹象，也就是说，缺乏墓葬主人因砒霜中毒死亡的更有说服力的证据。砒霜会不会是在墓葬主人死后被灌下去的呢？有专家提出这种想法，因为死后灌砒霜可能和契丹人的葬俗还有尸体防腐有关。专家的依据来自宋代文维简《鲁廷事实》中的记录，书中提到契丹人有用砒霜来防腐的葬俗。不过，也有人对这种分析不太信服，因为从尸体的处理情况来看，没有明显用砒霜防腐的痕迹。再结合契丹贵族内部那些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谋杀事件，
就算墓主人只是普通贵族，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因为家族内部的勾心斗角或政治斗争而自杀或被毒杀的可能性。那么墓葬主人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一时间众人陷入困惑。这时重新清理织物的过程中，有人重新注意墓葬主人的衬裆布上有大量的淤血，而且还留有恶臭的气味。什么原因会导致大出血呢？联想到墓葬主人的年龄，有专家提出，墓葬主人会不会是因为分娩时大出血而死的？分娩大出血而死，在医疗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是高概率的事件。不过这和砒霜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史料中有记载，在五代及两宋时期，砒霜常被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用来帮助难产的妇人落胎。很有可能墓葬主人分娩时遭遇难产，医生给他使用了砒霜。不过由于经验不足，没能把控好剂量，导致了墓葬主人死亡。多数专家此时也比较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女尸死于分娩时大出血的推测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不排除胃区出现的砒霜就是生命临危时的用药。因为从尸身的砒霜含量分析，虽然大大高于常人，但这个量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不足以致命。虽然通过尸检推测出墓葬主人的死因，但女尸千年不腐的原因依然是一个谜。女尸出土时皮肤仍具弹性，面色呈棕红色，这样的保存状态仅次于马王堆辛追夫人。不同于马王堆古尸靠密封和药物液体使尸身保存完好，也不同于新疆出土的木乃伊有干热的自然环境。濠县营村的女尸没有高温干燥的自然环境，也没有棺椁，直接安放在尸床上的。墓葬本身的密封程度不是处于隔绝空气、高度密封的状态，这具契丹女子的尸体靠什么度过漫长岁月，而尸体竟然没有腐烂呢？还记得人们对墓葬主人是否因砒霜中毒而死争论之时，有专家提到契丹的葬俗，认为砒霜的出现可能是用于防腐吗？专家提到的那本《鲁廷事史》里面提到，契丹人有个特别的葬礼习俗。契丹的有钱人家，如果有人去世，就会剖开肚子，把内脏掏出来洗干净，再塞进香料、盐和矾来防腐，然后用五彩线把肚子缝好，用尖尖的芦苇管把身上的油水都放干净。最后还会给尸体戴上金银面具，用铜丝把四肢绑起来。比如耶律德光去世后，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当时人们还管它叫第八。根据书中的记载，可以推测 M6 女尸使用金属面具和铜丝网络，不仅有是装饰作用，有契丹人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影响的作用，也与契丹贵族对尸体保存的重视有关。面具可以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而网衣本身也有防止尸骨腐化散架的作用。而书里提到的防腐用的盐矾有两种，一种是红矾，一种是白矾。红矾就是砒霜。虽然从墓葬主人的身体保存情况来看，内脏并没有完全被掏空，胃部就有保留，砒霜的使用可能真的是为了落胎的目的，但存于体内的砒霜对于尸身的保存还是起到了杀菌防腐的作用的。另外，尸身上的铜丝网络也使得尸体上的含铜量偏高，这些也能起到杀菌的作用，这些都是导致契丹女尸千年未腐的原因之一。而当地的自然气候干燥少雨，海拔1600米，高原草原地带，全年平均气温 11.4 摄氏度，春秋5到6季大风。有专家认为，环境中的火山岩火山灰地带地下深层部分比较干燥，也是墓葬中的尸体得以完好保存的原因。濠县营村的契丹女尸是辽代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它的出现不仅为我们揭开了契丹文明神秘面纱的一角，也引发了人们对契丹历史、文化和丧葬习俗的深入探讨。如今，这具女尸仍然完整地保存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这具女尸自1981年出土以来，保存状态良好，
已成为乌兰察布什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他的葬服、面具以及随葬品都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契丹女士的发现让人们对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民族有了更深的认识，而这项考古发现就像一部史诗中的一个小小篇章，等待人们去了解、去探索它所代表的契丹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出的那些神秘的光芒。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